大家好，今天是11月19号，视频来聊一下狗狗币跟比特币什么时候会来牛市哦。包括狗狗币也是预期的十几天，有可能它日线级别会在这个矩形里面整理震荡2到3个月。你不要在矩形的高位去做追加，看还有没有压回的低点。那我今天视频再来跟大家聊一下狗狗币20年当时底部的位置，在周线里面有哪一些技术细节值得我们去借鉴呢？有可能这个位置还是会震荡，甚至可能还会有低点，或者是比特币昨天是冲高回落，今天视频也来跟大家聊一下。它4个小时昨天是遇到布林线上轨的压力，以及昨天视频有提到的布林线4个小时60MA 是有一点压力。那短期到底能不能挑战？如果挑战或者是不挑战，期货的朋友们在短线里面你要操作的支撑跟压力，今天再来跟大家探讨你要怎么去应对。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，并 OK 返用20%，或者新的邮箱注册 OK 跟 Bybit 可以不用认证啊。那么来看一下狗狗币，其实很简单啊，就是这一根多方吞噬的 K 线，它的上影线的上沿也是在挑战这一条红色的20MA 我们散户的一个生命线。那现在不同了，因为前面也是有跟大家讲，为什么这边有可能会整理震荡2到3个月，主要就是上面之前在高位的时候是跟大家讲过，你不要去追加，它现在是下来，已经是把上面这边追加的很多投资者是套在上面啊。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一条20MA，其实在这2天的这个位置大约是在0.1附近啊，现在是已经开始拐弯。为什么拐弯？就是因为20天的成本，它现在已经来到这个高位，你当前的价格是在前面20天成本的低点，这个20MA 它会拐弯，拐弯它就是会向下的一条均线，它是具有一定的压力。如果是上去，昨天有跟大家讲，你先看这一个矩形到底能不能过，就算矩形过也是不能做追加，因为上面是有20MA 的压力，这是针对短线上的一个思路。那长线我之前也是有跟大家判断，目前的矩形如果是去参考历史上的几个底部，比如说当时狗狗币在20年7月份也是有一个接近100%的 K 线的拉升，后面下来的话，它这边矩形是有一个矩形支撑，但是矩形会在破位，还有一个矩形就是我们观察一下，它是在守之前半年，就是20年当时底部，如果你去观察这一个矩形是接近半年的一个区间整理，下去的时候是跌不下去。那这里面的形态，如果我们再参考它的一个周线，其实里面也有很多技术细节可以值得去借鉴了。我们观察一下，就当下的位置压回来，我的观点是还是要选择站在买方，因为它既然周线能站在周线的20周成本的上方，你如果压下去，整个中线它是下面的成本具有保护的作用，压回来有资金的朋友，我是希望也可以站在买方啊。当然要尽量就是找看有没有低档的位置，如果是能再压回到这个20MA，甚至破这个20MA，那这里面有一个细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现在的位置如果是这整个区间看成一个整理区，因为它压回来是一根 K 线，跌的也是相对比较多，如果是去借鉴之前20年的7月份，就类似这一个区间哦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它在这个位置压回来的时候，这边不是有一根 K 线又破位嘛？破位是把这个矩形给破完以后，压到这个20MA 的位置，其实也算是一个买点啊。就算你买进去，有可能会被套，因为它当时后面是还有低点，破20MA 周线的20MA，在这个区间再整理的一个矩形，这里面是在干嘛？是在踩这个矩形的一个支撑，就是周线里面是看得更明显，它把这个20MA 给跌破，所以这一次我们要细心去留意一下，如果它在周线里面，万一是在这个位置横个一段时间，因为经常在市场里面看到的一个技术形态就是画矩形，它会破矩形挖陷阱，如果是能踩到这一个矩形的位置，如果是能挖一个陷阱，到时候你再去观察有没有可能甚至20MA 稳不住，破了这个矩形，来到这个区间，重新回到这个区间，到时候看会不会瞬间跌破，然后陷阱马上上去，有可能还有没有这种低档的位置啊？那至于行情什么时候牛市会来，以前也是有跟大家讲过一个观点，
你尽量去看它这一个 WR 指标，现在周线是在这一个50上方，也是一个相对比较空的一个区间，但是它月线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为什么行情迟迟不大涨？一个是狗狗币的月线 WR 这一条黄色指标，它是还没有破这个80，如果破了80，说明这整个月线里面，我不知道几个月，你自己去数啊，有可能就是什么时候等到这整个月线里面的 WR 指标这条黄色的线破了80，狗狗币的这个行情有可能会类似比特币的整个月线一样，是不是什么时候大牛市要来？就是因为包括狗狗币跟比特币这一条黄色的月线 WR 指标，迟迟都还没有就是破80啊，破80有可能就说明这整个最弱势的一个钝化的修正区间已经是结束了，因为比特币这一次来到80上方是在这一根啊，这根那我之前是有跟大家讲过，比特币有可能会等到明年的3月份，是不是要来大牛市？这个比特币是在19年的当时这个低点，它破80的时候也是4个4年，当时19年的这一根跌破，18年、19年这一根跌破的时候是在月线里面黄色的这一条 WR 来到80上方。那么再观察一下更早的一个区间啊，比如说它在这个位置，比特币的整个 WR 指标回到80上方，你横一条线过去，之前是在14年到15年的这整个底部区间啊，是事隔3年到4年，比特币的整个 WR 指标它有可能才会来到80上方，然后它在这边也是横盘了接近1个月、2个月、3个月、4个月、5个月、6个月、7个月、8个月、9个月、10个月，在这一根的时候起来的时候，整个行情就开启了，来了一波大牛市。所以这一次我们尽量观察一下，它如果真的是还要继续横的8到9个月嘛，现在只有几个月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目前是1个月、2个月、3个月、4个月、5个月、6个月。6个月，那还有2到3个月，到底会不会再横个2到3个月，到明年的3月份，到时候我们去观察一下，如果是真的环线的这一条 WR 指标能回到80下方，有没有可能行情要慢慢走出来？那另外短线的一些朋友，我们观察一下比特币整个日线啊，昨天是有跟大家讲过，它这个日线10天的一个成本，有可能这2天，一天会扣抵这个低位，还有一天它有可能整个10天的成本又来到这个高位，这个10天的成本它会先走平啊，先走平，尽量观察一下收盘的价格什么时候能给我稳在这个10天的成本上方。但是现在来看的话，它又是冲高回落，冲高回落。那我昨天有讲到一个观点，就是其实这一段时间是天天在跟大家讲，就是它整个布林线目前在4个小时里面的结构，它整个布林线是走平的结构，走平的结构，你尽量就是不要在高档的位置去追，或者是低档的位置你也不要去杀多，有可能下轨是一个多点，上轨是一个空点，但是我感觉像这么窄幅的一个空间，现在是已经非常的窄，短期到底会不会做变盘的动作？如果是能上去，那我今天再来跟大家聊一下，就这个上方的0.32的位置，如果是上去的时候能来到这一个18000的一个区间，到时候空方的朋友你去观察一下这个位置，它到底能不能守空方的一个压力啊？就是这个区间不能过，如果是空方的朋友，你要烦的一点就是它这一个区间不能给它过了，过的话，到时候你就要小心一点，有可能是不是真的就是破底方成立？但是我的一个观点是，有可能如果是真的能再涨，来到这个位置，有可能还是会震荡。那至于它短期4个小时，既然是非常的窄，就是类似目前的一个区间，一直在横盘，横盘迟迟不做变盘，包括周末也是没量。如果是多方的朋友在观察的话，一个重点就是我这几天跟大家讲，你如果是超短线朋友，尽量观察这2个下影线的位置有没有一个支撑区，当然最后的防线就是这一根螺旋的 K 线15800，这个位置不能再跌破，特别是收盘价不能跌破这个位置，如果跌破这个位置，就类似之前在高档的时候也是有跟大家讲过一个观点，虽然是一直在看多，但是期货的朋友你一定要遵守这些支撑跟压力啊，前面是有跟大家讲，这边是一个正 N 线，就是当时是跟大家讲过20400的一个位置破的话，最后的一个防线就是这个 N 型的低点，2万不能破。所以这一次如果是多方的朋友，你也要遵守这一个
支撑区15800，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定我们的右图。